在台北内湖科技园区工作的34岁工程师 Yuna， 每个月赚6万2千元新台币，看着高股息 ETF 带来8%配息的通知，让他感到安心。看着汇入户头的现金，他相信自己正在进行明智的投资。反观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年纪相仿的同事老王的账户，却显得异常安静，因为老王把所有的钱都投入了几乎没有配息的标普500指数追踪 ETF。Yuna 看着薪水紧巴巴又没有配息可拿的老王，心里暗自替他感到惋惜。表面上看起来每个月都有现金入账的 Yuna 似乎是赢家，直到5年后，两人的实际资产差距拉大到2倍以上之前，确实是如此。令人惊讶的是，沦为隐形穷人的竟然是每个月领取现金的 Yuna， 1毛配息都没拿，任由账户静置的老王，资产却像滚雪球般倍增，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轨道。席卷台湾市场的00940等高股息狂潮，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到，在那华丽的配息率背后，隐藏着侵蚀本金的残酷真相。在甜美现金的诱惑背后，各位的资产真的有在安全地成长吗？现在开始，我们就来剖析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的资本主义真正的获利结构。高股息这个词强烈地刺激了我们大脑的奖励回路，因为当下就能握在手里的几张钞票，感觉比未来虚无缥缈的成长要甜美得多。想象一下，你在一家华丽的餐厅里点了一份顶级牛排，服务生端上盘子，但仔细一看，那块肉竟然是你大腿上割下来烤的。听起来很可怕，但这与高股息 ETF 透过除息把现金塞到你手里的方式完全一致。这是一种割自己的本金放进自己口袋的结构。企业配息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用来投资成长的资金，并将其往外抽出。吐出现金的企业，它的价值注定会刚好缩水那笔配息的金额。除息日早晨，股价一开盘就下跌的现象，正是最好的证据。汇入你账户的现金不是免费的收益，只是从你资产上剥落的碎片罢了。而且每当你捡起这些碎片的时候，税务局这个不速之客就会出现，从中抽走税金。这等于是你要全额负担现金流转过程中所产生的庞大摩擦成本。割自己的肉来吃，还要被8层皮缴税。究竟为什么台湾无数的投资人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退休金投入这场不利的游戏中呢？看看台湾金管会的统计数据就能猜到原因了。在股票型 ETF 资产规模暴增的同时，其中有相当大部分的资金不正常地集中在高股息主题上。物价疯狂上涨，实质购买力却跌破谷底的现实，就连每个月不知不觉地被扣款的849元 Gogoro 电视资费都让人感到负担。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眼前的生活费压力与不安感遮蔽了总报酬率这个宏观的视角。这是一幅沉迷于眼前掉落的几分现金所带来的肤浅安心感中的悲哀自画像。现在是时候将目光从眼前的现金转向资产实质扩张的时候了，因为如果无法逃离虚假现金流的泥沼，就永远无法摆脱劳动的枷锁。在 Yuna 的账户原地踏步时，老王的账户却翻倍成长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因为他搭上了看不见的资本自我增值引擎。老王放弃了配息这点小钱，换来了庞大财富的秘密。世界上设计的最完美的财富自动增值系统，究竟是透过什么样的机制运作的呢？人们通常认为标普500只是一个装着美国500家顶尖企业的篮子。如果你想象的是一个和平的水果篮，请立刻抛弃这种天真的错觉。这个指数是一个冷酷无情、残酷生存游戏的罗马竞技场，它是一个无情的淘汰系统。业绩下滑、落后于创新的衰老企业会被毫不留情地踢出去。想象一下守在 VIP 俱乐部入口处的面目可憎的保镖吧，不符合标准的客人会被揪着后颈赶出去，只有最具魅力、
最强大的新兴强者才能入场。1958年，企业停留在指数中的平均寿命是61年，但现在已骤降至短短的18年，这是大换血速度快得令人发指的明确证据。市值加权法这个怪物般的演算法，它将更多资本集中在赢家身上，并将输家彻底踩在脚下，是资本主义中最极端的赢家通吃结构。贝莱德或先锋等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盲目地追踪这个指数，随着被动资金涌入，第一名企业的身价会畸形膨胀，开启一场流动性派对。自动挑出烂苹果，只填入新鲜水果的自动净化系统。在这个无情的罗马竞技场里，第一名的企业到底是如何让股东致富的呢？这里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最合法且优雅的外挂，那就是完美避开股东税负，同时让财富膨胀的魔法——股票回购与注销。想象一下，桌上放着一块巨大的披萨，这就是企业的整体价值。公司开始自己买回流入市场的披萨切片，并把它们丢进垃圾桶。披萨整体的总大小没有改变，但切片数量减少了一半，会发生什么事呢？当然，你手中剩下来的那块披萨大小会奇迹般的变成2倍大。2023年一整年，标普500企业买回了高达7950亿美元的自家股票，他们把原本要当作配息发放的钱全数投入于减少股票数量，每股盈余人为的暴增，股价就像搭电梯一样直线飙升。股东们只需安然地坐着，看着自己持股价值膨胀，这是一场完美的游戏。如果领了配息，绝对免不了被国税局的抽税。股票回购是摆脱税金这支吸血水汁的，完完全全只赚取资本利得的真正富人的做法。当台湾无数投资人为了一点微薄的配息而狂热并贡献税金时，美国的第一名企业却在抑制配息、烧毁自家股票，让股东的实质资产呈爆炸性成长。请比较一下过去10年台湾高股息 ETF 与标普500的配息再投资总报酬率，这个差距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百分比差异，而是足以改变人生财务阶级的程度。真正的富人极度厌恶必须缴税的现金流，他们将一切押注在资本利得的复利效应上，将递延课税的效果最大化，借此把资产的雪球滚大。决定 Yuna 和老王的命运，并不是智商或努力程度的差异，仅仅在于是否理解了这个能避开税负、将资本效率最大化的庞大系统而已。无能的管理阶层为了护盘，会用配息这种毒品来安抚股东；相反地，拥有压倒性现金创造能力的大型科技公司，则会采取注销库藏股这种治本的手术。你要为了眼前的现金而盲目的杀鸡取卵，剖开会生金蛋的鹅的肚子吗？还是要悠哉地等待这只鹅自我进化，生出更大的金蛋呢？听到这里，标普500看起来就像是世界上最完美、毫无瑕疵的避风港，让人陷入一种仿佛只要闭着眼睛把钱塞进去，它就会自动让你变成富翁的幻想中。但是，在这场华丽的流动性派对背后，却隐藏着可怕的畸形结构。连无敌的演算法也无法控制的致命市场摩擦与反对声音，究竟是什么呢？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你的标普500并不是分散投资在500家企业上，实际上这就等于是把命运交给了7只巨大的怪物。你可能是想象着500个人齐心协力拉着一辆巨大的马车而搭上去的，但现实并非如此。这是一辆畸形的马车，由领头的7匹巨大科技巨头马匹死拖活拉着剩下的493个人前进。前10大全指股所占的权重竟然突破了整体的32%。这是一种被称为科技7巨头的科技恐龙们揪住市场衣领猛摇的极端过度集中现象。只要苹果或辉达打个喷嚏，整个指数就会得重感冒病倒。本来是相信分散投资的安全性才进场的，却突然变成了把一切都压注在少数科技股上的局面。随着被动资金的涌入，这7匹马变
变得异常肥大，钱滚钱的流动性溢价已经逼近极限，正形成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这就是华尔街老练的机构投资人买进卖权，筑起防御网以因应空头市场的原因。他们本能地知道，这辆巨大的马车不可能永远全速奔驰，无限膨胀的气球只要一根针就会破裂。如果这7匹马中哪怕只有1匹摔断了腿，你原本完美的账户会迎来什么样的悲剧呢？回顾过去网络泡沫破裂的时期，过度集中的结局总是惨不忍睹。以创新为名包装的过度期待，最终都会以血肉模糊的暴跌来向你递上账单。再怎么优秀的企业，也不可能永远作为市场的统治者君临天下，因为科技的进化是无情的。今天的创新企业沦为明天的旧时代遗物，往往只在一瞬间。但矛盾的是，标普500真正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暴跌的瞬间发挥出来的，因为它会毫不留情地剜除逐渐腐败的科技巨头，并将新时代的赢家填补进那个位置。指数编制委员会这个冷酷的裁判不会被感情左右，只要一不符合规则，即使是昨日的英雄也会被无情地剔除，从而顽强地延续指数的生命力。当集中的风险达到顶峰的时候，演算法会一边流着血，一边进行自我净化作业。只有在这个残酷的再平衡过程中活下来的人，才能尝到长期资本增值的果实。暴跌是不可避免的过度仪式，问题在于，当云霄飞车跌至谷底时，你是会吓得从马车上跳下来，还是会把安全带系得更紧呢？对台湾投资人来说，还隐藏着一个比科技股暴跌更狡猾、更危险的敌人。美股明明上涨，但我的账户却亮起绿灯，呈现亏损的奇异现象，究竟是谁是凶手呢？听到昨夜美股暴涨的新闻，满怀期待地打开股票 App， 但奇怪的是，我的00646标普500 ETF 的报酬率却显示为负数。这不是系统错误，而是汇率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在夜里悄悄偷走了你的获利。这就是新台币与美元之间的致命的汇损风险。本来正搭着股价上涨这部电梯往上升的，突然间美元贬值，也就是新台币升值这块地板轰然崩塌，结果又掉回了原点。根据台湾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指出，汇率波动性非常巨大，它是每年对海外资产报酬率造成正负5%以上直接打击的核心抹茶成本。就算美国企业再怎么注销库藏股，疯狂的帮你赚钱也没用，因为一旦汇率防线被突破，所有的资本利得就会像沙堡一样虚无的被冲刷殆尽。为了避开这种汇损曝险的恐惧，人们会去寻找汇率避险商品这条安全带。这看似是一种非常合理的防御策略，企图锁定汇率波动，只完完整整的赚取股价本身的涨幅。但是世界上不存在免费的安全带，为了躲避汇率幽灵而选择的这个防护罩，实际上却是另一只正在慢慢啃食你资产的吸血鬼，你相信吗？汇率避险策略就等于是每个月在高速公路上缴交昂贵的过路费。虽然你把汇率风险转嫁给了银行，但你必须不断支付避险成本这个看不见的费用。两国之间的利差越大，这笔过路费就会呈几何级数变得越昂贵。在市场平静时可能感觉不太出来，但长期累积复利下来，就会开始发生可怕的报酬率银石。就像是花大钱买了安全带，结果这条安全带却慢慢勒住你的脖子一样。为了避免汇损，反而陷入了必定会发生摩擦成本的泥沼之中，被困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那么台湾投资人难道就必须毫无防备的用肉身去抵挡汇损曝险的风险吗？在这里，我们必须将视线转向台湾这个国家所拥有的特殊地缘政治风险。假设台湾海峡发生严重危机，导致台湾股市崩盘，如果你的所有财产都绑在新台币上，那绝对无法避免毁灭性的经济打击。这时候，未避险的美元资产将超越单纯的投资，成为你生存的救生艇。因为当新台币暴跌时，美元价值会急剧升值，奇迹米郎的防御住你整体资产的崩溃。真正分散投资的核心，不仅仅是把股票分散到好几
档标的上而已，将自己所居住国家的货币风险本身进行切割与分散，才是真正富人的资产配置。短期汇率的波动确实是会让人心惊胆跳的不愉快噪音，但是如果把投资期间拉长到10年、20年，这个噪音就会消失在长期平均的平静之中。相反的，汇率曝险反而是每次全球经济危机时守护我账户的最强大天然避险手段。这也意味着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付昂贵的手续费来建立人工的防护罩。高股息 ETF 的虚假现金流、赢家通吃的演算法，还有汇率的幽灵，我们已经把隐藏在资本主义华丽舞台背后的冰冷机械装置全部拆解看过了一遍。如果你已经明确认知到这所有的陷阱与摩擦成本，现在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情，该是下定决心在这个无情的系统上毫无风险的、最确实的获胜的这个数学结论的时候了。许多人站在海滩上等待着完美的波浪，只顾着抓时机，最后却化为白骨。这是自以为能抓准最佳买进时机的傲慢所带来的最可怕机会成本丧失。请放弃想要抄底的幻想吧，这可是连巴菲特都承认不可能办到，属于神的领域。抱着现金等待暴跌的人，不过是通货膨胀最容易下手的猎物罢了。请心甘情愿地搭上短期波动性这辆云霄飞车吧。只有闭着眼睛像机器一样买进的人，才能最快最安全地抵达长期向上这座山顶。让我给你看一个惊人的统计数据，过去20年投资标普500指数时，持有1年的本金亏损几率是 26%， 但如果放着不动20年，亏损几率就刚好是 0%。 时间是抹除市场所有波动性与恐惧的最完美橡皮擦。不需要为了起伏不定的股价线图而患得患失，只要留在市场里的绝对时间才是标准答案。如果你因为想抓市场时机而错过了过去20年来股价涨幅最大的那短短10天呢？你的累积报酬率将会惨烈的腰斩，跌至1半以下。想象一颗开始在山坡上滚动的小雪球，一开始看起来微不值博，但随着时间流逝，它会变成巨大的雪崩，展现出吞噬一切的压倒性破坏力。这就是每个月机械式地买进1万元新台币的定期定额魔法。这正是资本主义所发明最伟大的数学奇迹——复利效应在你的账户中爆发的瞬间。你害怕下跌市场吗？对定期定额投资人来说，股价暴跌绝对不是必须避开的灾难，那只不过是能以贱价狂扫比平常多出许多股票碎片的百货公司大拍卖期间罢了。当别人在恐惧中抛售股票的时候，你却能哼着歌，让股数呈现爆炸性的增长。在市场转向多头的瞬间，那股积蓄的能量就会转化成惊人的财富回报给你。说到底，决定投资成功的并非预测市场那般神乎其技的洞察力，而是取决于能够忍受无聊与恐惧，持续进行机械式买进的屁股重量与心理耐性。但是许多30几岁的上班族却撞上了现实的墙，借口就是每个月能用来投资的钱实在太少了，薪水就那么一点，开销却太大。复利效应听起来就像是别人的故事。正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必须将投资的视线向外转移。为了将标普500的报酬率最大化，你现在立刻需要升级的最强大的武器是什么呢？那就是你自己，也就是名为人力资本的现金创造引擎。因为如果本金太小，再怎么施展复利魔法，也无法创造出足以引发雪崩的破坏力。让我们回到34岁工程师 Yuna 的例子吧。他为了解高股息 ETF 的1%的报酬率而熬夜分析线图，不仅是巨大的时间浪费，更是方向完全错误的努力。利用那个时间去学习新的程式语言，提升自己的身价，将月薪从62000元提升到8万元新台币，这才是连基金经理人都无法击败的最确实报酬率。人力资本的成长能让每个月投入的雪球体积扩大2倍以上，劳动所得的杠杆就等于是为资本所得的复利引擎
倒入爆炸性燃料的加速踏板。如果觉得宏大的自我成长太沉重，不如从堵住日常生活中微小的财务漏洞开始，如何？试着计算一下每个月不知不觉扣款的 Gogoro 电池资费和无谓的外食费吧，从中省下的区5000元新台币。如果每个月把这点小钱塞进标普500，并把它送到30年这个时间地平线的彼端，究竟会出现什么样奇迹般的数学结果呢？就算只假设年平均报酬率10%，就微不足道的5000元，在30年后将会化身为高达1130万元新台币的巨大财富城堡。这可是台北市交来一间公寓的价格啊！你今天不经意喝掉的那杯昂贵咖啡，以及冲动购买的那件衣服，那不只是单纯的消费，而是将30年后本可享受的数千万元经济自由付之一举的行为。资本主义系统诚实的令人感到残忍，因为你今天放弃了多少及时的享乐与消费，它就会精准的以名为未来的自由与独立的利息回报给你。是要沉醉在高股息 ETF 给的微薄现金中，任由本金被坑蚀，还是要搭上无情的标普500进化演算法，看着资产不断膨胀？选择权就在你手上。但是在这趟旅程的终点，我们真正想得到的并不是存折余额里的数字，而是一个存在于金钱这张碎纸片之上的更根本的生命价值的故事。你真正该买的并不是标普500这个金融商品本身，而是买进由那些股票碎片汇聚而成，最终将交到你手中的压倒性时间与选择的自由，能够笑着拒绝上司不合理加班的自由，不需要勉强自己和讨厌的人吃饭的自由。当心爱的家人面临病痛时，能不用担心医疗费，安心守护在他们身边的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钱就等于是将自己时间与人生的控制权廉价地拱手给他人。我们是为了斩断那条可怕的奴隶锁链，才心甘情愿地忍受波动性。市场暴跌导致账户腰斩的恐惧之夜或许会降临，媒体可能连日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的末日，周遭的人也可能会嘲笑你愚蠢的长期投资。但是请不要动摇，那些伟大的企业即使在你熟睡的时刻，也依然在不断创新，淘汰掉垃圾般的企业，烧毁自家股票，拼死地为你守护住你的持股价值。你该做的事，就只有相信这个完美的资本主义引擎机械式的滚动那颗雪球而已。剩下的时间，这位最伟大的魔法师自然会替你解决一切。既然已经看破了系统的陷阱，现在的你已经掌握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知道的秘密，那么今晚睡前你必须立刻执行的唯一一个行动是什么呢？不是要你去做什么宏大的财务规划或复杂的投资组合调整，请立刻打开你的智慧型手机，找寻一个过去1个月内连一次都没用过的付费订阅服务，像是根本没时间看的 Netflix 高级方案，或者是健身房置物柜的费用之类的。按下取消订阅按钮，这短短1分钟的举动将会成为改变你财务命运的巨大第一步。然后在明天早上的上班途中，试着略过那家你习惯光顾的咖啡厅吧，忍住一杯65元新台币冰美式的诱惑，并立刻将那笔钱转账到你的投资账户里。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微小行动改变，正是将资本雪球捏得更扎实的第一项工作。累积这些小小的胜利经验，会将你的投资心态锻炼得如钢铁般坚强。我们经常被过于遥远的未来目标压得喘不过气，而忽略了今天立刻就能办到的简单行动。但是财富的城堡绝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始于一砖一瓦的实践。系统总是希望你把小钱花掉，背上债务，永远在劳动的仓鼠轮上奔跑。银行和信用卡公司用华丽的现金回馈和点数来蒙蔽你的双眼。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今天取消的订阅费和省下的咖啡钱，就是为系统的仓鼠轮踩下刹车的专属于你的小小叛乱。将那颗叛乱的种子种在标普500这块肥沃的土壤里，然后默默地等待吧。
想象一下3年后、5年后的样子，当别人是为了几%的配息患得患失，账户逐渐消融的时候，你已经成长为一个连市场暴跌都能当作大拍卖来享受的真正资本家了。那个在职场上遭受不平等待遇也只能忍气吞声的过去的你，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可靠便不断膨胀的资产防护罩会赋予你理直气壮发声的真正勇气。这就是由冰冷数字所组成的金融知识赐予生命最温暖、最具人性化的回报。这是从为钱工作的人生转变为让钱为我工作的完美典范转移。世界上没有毫无风险的投资，在通货膨胀这个小偷窃取购买力的时代，什么都不做才是人生中最可怕、最致命的风险。请不要畏惧名为波动性的海浪，只要搭上坚固的标普500这艘船，并牢牢地绑紧缆绳，那么即使是狂风暴雨，也不过是能更快带你到达目的地的顺风罢了。依然会有人被高股息 ETF 华丽的广告所骗，把储蓄金全部投进去，因为资本主义系统被巧妙地设计成会无声无息地将平凡人的财富转移给巨大资本。我打从心底希望你不要成为那无知多数的牺牲品。我会为你加油，希望你能理解巨大资本的流向，并搭乘上去，建立起属于自己那坚不可摧的经济城堡。再次强调一遍，影片一结束，请立刻打开智慧型手机，找出从你账户中流失的一笔不必要的订阅费，毫不留情地按下取消按钮吧，只要短短1分钟就够了。然后果断地把那笔钱的名牌从消费换成投资，带着愉悦的心情，想象一下明天早上上班途中省下的一杯咖啡钱，在30年后会以什么样巨大的自由之盾回到你身边。当暴跌降临，所有人都落荒而逃的时候，我们将享受着大拍卖，把资产的雪球捏得越来越扎实，因为这就是这场残酷资本主义游戏中的最优雅的制胜方式。今晚那笔不知不觉流失的849元新台币的去向的改变的那一瞬间的决断，那个微小却伟大的行动，将会是引导你走向真正富人的路的最强大指南。跨越毫利虚假现金的诱惑，迈入默默膨胀的真实资产世界，我由衷地为你这充满勇气的第一步加油！你的时间和资本必定会获得胜利。